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远古天魔蟒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变异蛇系凶兽，凶悍程度比起九幽地魔蟒有过之无不及，只不过这东西太过稀少，在外界早已灭绝。萧炎之所以发愣，是因为远古天魔蟒的血液有着洗刷并提升肉体强度的作用，并且萧炎还在古籍上看到过，远古天魔蟒有着筑建血池的爱好，血池是他们后代出生繁衍的地方。为了让后代吸收到足够的力量，他们会花费数百年去搜集天材地宝，然后投入其中。萧炎在确定云云他们亲眼见过远古天魔蟒后，便决定去一趟。远古天魔蟒虽然强，但他们也不是好惹的。等他的肉体强度提升后，金刚琉璃体也能够修炼到巅峰的9丈9尺。云云他们休整完后，萧炎发现有人来了，他让大家各自隐蔽气息。片刻后，天空上响起阵阵破风声，一道道身影从半空中飞过。萧炎目光死死地盯着天空上的光影，那群人的领头处有一名身着彩衣的女子，这个女子就是天妖皇族的凤青儿。萧炎眼中闪过震惊，当初在斗圣遗迹见到凤青儿时，她不过是寻常的斗宗实力，但现在凤青儿绝对超过了寻常的斗尊巅峰强者，甚至萧炎从她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淡淡的来自灵魂的威压。这种威压，萧炎曾经在紫妍身上感受到过。他猜测凤青儿肯定遇到了大机缘，否则身上不可能会有来自早已灭绝的远古天皇的威压。凤青儿的实力大涨，让萧炎充满了压迫感。这次一定要借助远古天魔蟒的血池，将金刚琉璃身修炼到巅峰，并且突破到9星斗尊层次。远古天魔蟒的血脉相当靠近蛇族中一些远古老祖般的存在，不过因为他们杀性太甚，在九幽地魔蟒这种族群眼中，他们不过是一个力量大一点的杀戮机器。在云云的带路下，萧炎他们很快就到了远古天魔蟒的地盘。他们一冲进那座黑雾缭绕的山峰，一道刺耳的蛇鸣声响起，整座山峰都开始颤抖。一条足有100丈庞大的黑色蛇尾狠狠甩向萧炎等人，璀璨金光暴涌，萧炎瞬间变身金光灿灿的小巨人，和黑色蛇尾正面硬轰。黑色蛇尾被萧炎硬生生的震退，蛇尾上的蛇鳞也被震破了不少。吃了个小亏后，一头足有数百丈庞大的远古天魔蟒冲出来，巨蟒的头颅看上去像是一张狰狞的巨大人脸，让人毛骨悚然。它的血红双眼如同2个巨大的红色灯笼一般挂在天空上，充满杀意地盯着萧炎一行人。彩鳞娇躯一跃，化为一条体积丝毫不下于天魔蟒的七彩吞天蟒。七彩吞天蟒无形的威压让天魔蟒一滞，毕竟论其血脉纯净程度的话，它远远不及足以挑战远古天蛇的吞天蟒。但在天魔蟒这种没有智慧的家伙眼中，别说吞天蟒，就算是远古天蛇来了这里，他也敢红着眼上去咬2口。虽说天魔蟒血脉不及吞天蟒，但实力摆在这里，因此交手间他完完全全占据着上风。但在小金人萧炎和小医仙几人的攻击下，天魔蟒很快就感觉有些吃不消。远古天魔蟒死盯着给他伤害最重的萧炎，巨大的蛇尾狠狠地甩过去。萧炎强忍住那股可怕的力道，双手死死地将天魔蟒的蛇尾抱住。紫褐色的火焰瞬间从他体内暴涌，突如其来的高温让天魔蟒疯狂地扭动着身体。萧炎的拳头加上异火，很快就将天魔蟒的尾巴砸得血流成河。就在萧炎快顶不住天魔蟒的挣扎时，青灵让他将天魔蟒的眼睛对着自己。萧炎将斗气倾注在双臂上，强行扯着天魔蟒的身体硬生生地转了一个弯。暴怒的远古天魔蟒正打算彻底狂暴时，一只足有半丈大小的碧绿色妖异眼瞳出现在他视野中，3朵绿色花朵急速旋转，映入远古天魔蟒巨大的双瞳之中。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酥麻感让天魔蟒紧绷的身体缓缓柔和。看到天魔蟒眼中的杀戮和暴力逐渐消散，萧炎悄悄松了口气，但他也有些担心，以青灵现在的实力，怕是很难控制住5转斗尊巅峰的远古天魔蟒。果然，察觉到青灵意图的天魔蟒开始疯狂反抗。萧炎心头一惊，一边拳头招呼着，一边让其他人压制住他。
面对这么多重的压制，天魔蟒一时间也是挣扎不得。庆龄双手结出一道道繁琐的印结，体内隐隐传出一道低吼声。他的身后空间扭曲，直接形成了一条足有1000丈庞大的九头天蛇。九头天蛇的虚影一出现，天魔蟒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极浓的荆棘之色。彻底压制住天魔蟒后，青鳞碧蛇三花瞳的妖眼一开，他面前的空间顿时崩裂，远古天魔蟒庞大的身体也瞬间凝固。萧炎当下精神一阵恍惚，急忙松开天魔蟒，身形急退。如今的青鳞已经能够初步掌控九头天蛇的一些力量。青鳞顺利地控制住远古天魔蟒后，萧炎一行人便直奔他的巢穴。天魔蟒的巢穴位于这座山峰的山心位置，山洞的尽头有一个大概10丈宽、弥漫着猩红血液的池子。萧炎能感应到这血池中有着极度浓郁的能量，想到自己可能会在这里耽搁2-3天，萧炎让青鳞将远古天魔蟒召唤出来镇守这里。等彩铃一行人退出去后，萧炎身形一跃，直接落在血池中。安静的天魔血池顿时沸腾，无数血泡不断升起。萧炎进入血池后的唯一感觉就是深入骨髓的剧痛。剧痛过后，萧炎手印一变，一火自他体内暴涌，将他笼罩住。伴随着一股股温凉的精纯能量涌进身体，萧炎能清晰地感觉到他身体的坚韧程度在以一种缓慢的速度变得强悍。按照这种进度，萧炎说不定真的能借助这里的能量，将金刚琉璃身炼至巅峰，并且能够直接突破8星，进入9星斗尊层次。2天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这2天也有不少强者来到这边，不过一看到盘踞在山峰顶上的远古天魔蟒，他们全都乖乖地选择了绕路而行。血池中的池水越来越少，等到第3日时直接枯竭。一股无形的波动猛地从萧炎体内席卷而出，萧炎的气息也突然间暴涨起来，犹如火山喷发一般。仅仅是一瞬间的时间，萧炎的长发狂舞，一道道裂缝密布了整个血池。轰的一声响起，萧炎陡然睁开双眼，他的体内金光大盛，身体眨眼间便突破到了8丈9尺，直至9丈。黄金巨人双脚微屈，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咻的一声狠狠地撞在山洞顶部，山洞硬生生地被冲出了一个巨大的通道。萧炎金光灿灿的身体停在天空上，一道惊天动地的吼声响起。早在萧炎强行突破山体时，彩铃等人便有所察觉。望着天上那巨大的金光人影和强大的气息，彩铃喃喃道：“成功突破到9星斗尊了。”青城长老和花宗的一干长老都感慨地点点头。萧炎修炼的速度真的很让人自惭形秽。纳然嫣然的眼中闪过些许暗淡和自嘲，这个当年被他看作废物，执意要退婚的男子，如今早已经远远地把他抛在了身后。而让他感到悲哀和无力的是，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对这个本该成为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一些淡淡的感情。虽然他也明白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或许这就是当年的报应吧。萧炎恢复成原本的模样，他现在的实力若是同时施展金刚琉璃体和萧族足纹，能和4转甚至5转的斗尊巅峰强者相媲美。若是再加上大天造化掌等强横的斗技，面对6转斗尊巅峰强者都可一战。萧炎目光转向莽荒古域深处，他们现在要抓紧时间赶去古域台。青鳞提议让远古天魔蟒当作坐骑，他的实力在莽荒古域中也算排得上号，有他在，其他凶兽不敢上前找麻烦。好啦，今天的视频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